聚了，红尘纷乱，淘尽英雄汉。笑里藏刀，人心难料，无奈世态艰严啊。正影难寻访，痴心愁断肠，多情总被无情伤。风云多变幻，缘聚又缘散，浮生若梦一场幻。人生那年那难路遥长，看透繁华落尽见真章。好情感单照，千杯最难倒，伴我逐浪迎风笑。人生那年那难路遥长。情感单照，千杯最难倒，伴我逐浪迎风笑。师妹，你练的不是华山剑法，这袈裟是从冲儿身上拿走的，是平儿的家传剑谱。师妹，我这么做是有苦衷的。苦衷？左冷禅居心叵测，危害武林，只有练成绝世武功，才能联合三派对抗嵩山。我这么做是要挽救武林苍生啊！我们华山剑法有独到的地方，自侠神功更是不凡，又何必去学别人的剑法？我们联合三派上嵩山，跟他们大斗一场，就算死在嵩山，也不愧对列祖列宗啊！真是妇人之见，送了性命，华山还不是给嵩山吞了？你叫我怎么对得起华山的列祖列宗呢？难道这辟邪剑法真的是绝世武功吗？你是不是？难怪你的胡子，难怪你这半年不与我同床。不要再练了，这辟邪剑法一定对身体有害，要不然林家子孙为什么不练呢？还要惨遭灭门。师兄，不要再练了，我求你不要再练了。好，我不再练。这辟邪剑谱还给平儿。不，这辟邪剑谱对人有害，不能留着，更不能交给平之，这会害了他。师兄。我终于找到辟邪剑谱了！我终于找到我们林家的辟邪剑谱了！我们林家的辟邪剑法曾经威震武林，只要我学会了我外公林远图的72路剑法，就能为我爹娘报仇，称霸武林，天下无敌了！辟邪剑谱。辟邪剑法，威震武林，必先。辟邪自宫。
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没有理由的，没有理由找不到的。辟邪剑谱，辟邪剑谱，我的辟邪剑谱啊！不，辟邪剑谱是我的。你是逃不了的。快把剑谱交给我爹！你逃不了的。灵儿，不，把剑谱拿来！不要杀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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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们不要杀我！求求你们，不要杀我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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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练成辟邪剑法。怎么了？一大清早又在发什么脾气？平之喽，本来说好陪我下山买粉盒的，到现在还没见到人影。他会不会在后山练剑呢？我找过了，可是我找不到。你也找过了？哎，爹！你什么时候学找过了？爹，你这是干什么啊？哦，你们在找什么？山儿要找平儿一起下山。哦，可是找不到。找不到再去找。娘，你又去山谷了？没有。娘，爹他怎么了？他去山谷干什么？你跟爹没事吧？没事，你去找平儿吧。哎，做新鞋子给爹，哎，我试试看啊。这么小，不合我的脚。爹啊！哎，我知道了，是不是做给令狐冲的？掌门师兄接任，我做双新鞋。嗯？你不要胡思乱想，我怎么了？没事。都流血了还说没事，你也真是的，喜欢人家又不敢说，宁愿自己受苦。爹，我是佛门弟子，哎诚心向佛，佛门弟子严守戒律。我只是关心照顾掌门师兄罢了。关心他就是喜欢他，照顾他就是想做他的老婆。爹，你别乱说，菩萨听了会怪罪的。菩萨要保佑人，哪有空怪罪你呀？再说喜欢人也没有错。爹，你再胡说，我就不理你了。女儿啊，做人最重要的是开心。你看我不是跟你娘成了亲，生下了你喽？你根本就不是和尚，自己剃了头就说是和尚。哎，我不管了，我不能够让你再受委屈，不然我怎么向你娘交代？你不说，我帮你去说。爹，你掌门师兄，掌门师兄早，掌门师兄大家早。掌门师兄，我们想再看一遍石壁上的衡山剑法。好，我再练一次给大家看啊。令狐冲，接住！无戒大师，你又怎么了？妈，我可是来办正事的。干嘛？送我鞋子，要我快点走，不要当掌门是吗？你当不当掌门，不关我的事，只要对我的女儿好就可以了。这双鞋子是夷陵做给你的，她对你深情一片，茶饭不思啊。令狐冲，这，快回来啊！叫你回来你还跑，臭手子！
我，哎，臭小子，你祖师爷在为女儿谈婚事，你竟敢跑来捣乱！师傅有命，我不敢违抗啊！师傅，哪个混蛋师傅叫你来的？不就是椰林小师傅，你的女儿啊？我女儿叫你来的。要不是她叫我来，我怎么敢得罪你老人家啊？哎呀，我这个女儿也真是的，心里喜欢人家又不讲，我帮她讲，她又不肯。哎呦啊，太师傅啊，人家是女孩子，你这样一搞啊，她怎么去见人啊？都是你啊！要不是因为你啊，我女儿也不会变成这个样子了。关我什么事？哎，要不是你对我女儿无礼，令狐冲就不会出手相救，我女儿就不会感激他，不感激他就不会对他一片痴心，不会为他牵肠挂肚，还相思啊！你到底有没有想过娶夷陵小师妹做老婆？我再跟你说一遍啊，夷陵她是出家人，我心里面从来没有这种想法。不戒大师实在太不像话了，他这么做会把夷陵给害惨的。哎呀，一个夷陵呢对你那么痴心，一个任盈盈呢又对你那么情深意重，还有我们的忠心。幸好我们来得及时，不然就被人家抢了亲了。就算我们没赶到啊，令狐掌门也不会辜负圣姑的。令狐掌门喜欢的是丈哎，夫，圣姑也喜欢我们的令狐掌门呢。哎呀，他喜欢他，他也喜欢他。哎，好了，吵死了！闭嘴啊！哎，你们怎么来了？哎呀，快看，林少侠接任衡山掌门，我们也来了，我们也来了。哎，这个场面怎么？两位前辈，你们也来了啊！恭喜恭喜！啊，你们都来了啊！我们早就到了。哎，都来了啊！哇，怎么好浓的酒香啊！哎，哪来的？哎，我们是不速之客，自己带了酒菜上来，不用麻烦你的女弟子招待啦。哎，真周到，太好了！哎，不可不禁，想喝的话就跟着来吧。哎，走啦，喝酒去啦！太师傅不在，你说我还要戒吗？啊？衡山五大戒律：一戒犯上忤逆，二戒同门相残，三戒妄杀无辜，四戒持身不正，五戒结交奸邪。掌门师兄需身体力行，督率弟子一概领遵。这是我们衡山派祖师传下的4件法器，历来由掌门接管，请新任掌门灵狐师兄收领。是。哎，慢着！什么人啊？五岳盟主有令，令狐冲不得接任衡山掌门之位。啊？为什么？令狐冲，什么？你本是华山弃徒，不懂衡山剑法，做什么衡山掌门？左冷禅竟然派你们来捣乱！各位，衡山派历代都是由女尼出任掌门，咱们绝不能让令狐冲坏了规矩。规矩是由人定，也是由人改的，这是本派的事，和旁人不相干。衡山派隶属五岳剑派，盟主的命令你们总得服从吧？五岳令牌在此。令狐冲现在执掌衡山，是不是还要加入五岳剑派？还得好好的商议商议。岂有此理！还不快滚！说什么五岳剑派、衡山派的事，关你嵩山什么事啊？关你什么事啊？狗屁盟主不要脸！对呀，哎，不要脸，不要走。令狐冲，这些口出污言的是些什么东西？啊，什么？这些人全是我的好朋友，也是我今天的座上嘉宾。对，是啊，听见了没有啊？是吧？大师、道长，我想请两位说句公道话。令狐冲招揽了许多的邪魔歪道，是不是有损衡山派的清誉啊？这样说我们呐？衡山是名门正派，落在令狐冲这样的贼子手里，马上就要丧失百年清誉，
难道大师和道长就这样坐视不管吗？是的，灵狐掌门，是的，上姑来祝贺你了。圣姑来了！哎呀，圣姑来了，太好了！他怎么能来呢？他这时候来，不是叫少侠更为难吗？哎呀，圣姑来了！哎，好久不见你啊！你也看啊，接着掌门啊！恭迎上！莹莹，你怎么也来了？你接任掌门的大好日子，我怎么能够不来？多谢大家光临。大师道长，有礼。令狐冲，这个就是魔教的圣姑吗？是又怎么样呢？我无话可说，只希望大师道长能够主持公道。衡山派乃名门正派，向来不结交妖邪。不过，今天江湖上的朋友都前来观礼，少侠他不可能拒人于门外。说得好，说得好！采花大盗田伯光，田伯光，你来做什么？来采花吗？什么呀？我是衡山弟子，当然是来看新掌门人接任的。弟子我已经痛改前非，法号是不可不戒。方正大师，佛教有云：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。佛门广大，一定会给改过的人自新的路，对不对？善哉善哉。田伯光改邪归正，出家为僧，而且投身于衡山派，从此严守衡山派的门规，这是武林的福气。对。今天大家都是来投衡山派的，只要灵狐掌门收留，大家都是衡山弟子。只要是衡山弟子，怎么会是妖魔？圣姑说的对，圣姑说的对呀！一清一和，本派有没有不收男弟子的规矩啊？没有。那就好，这些朋友都加入了衡山派，从此接受衡山派门规的约束，这是武林一大美事。五岳剑派盟主有令，6月初6清晨，五岳剑派各派师长门徒都要齐集嵩山，推举五岳派掌门之职，不得有误。嘿嘿，了不起！这五岳剑派合并为一，是谁出的鬼主意？衡山、泰山、华山都已经同意了。如果你们衡山这个女尼派敢反抗的话，就是和4派作对，自讨苦吃而已。哼，拿着令牌招摇，恐怕是你自讨苦吃。哼，我还以为是五岳剑派的令牌，原来是我们五毒神教的令牌啊！大胆妖魔，竟敢戏耍于我！快把我的令牌还来！有毒！哎呀，你不知道我是用毒高手啊！你拿我的令牌，你的手掌当然会中毒了。过不了半个时辰，你的手掌就会溃烂，上下白森森的骨头，很恶心的。方正大师、重水道长，你们2位……哎，好了好了，你呢就不要麻烦2位前辈，只要你叫一声灵狐掌门，我就把解药给你。对，叫啊！快叫啊！叫！灵狐掌门。
这些人真是不识趣，打扰了圣姑的情兴啊！打扰了琴声不要紧，还大吵大闹，酒香肉香到处飘，真是对不起菩萨了。真是罪过罪过。我习惯了，夷陵他们动不动就何时说罪过，我看多了也学了。当上衡山派掌门，当然要学会一些礼仪。还说呢，我成天面对一群出家的尼姑，凡事都要讲礼仪，我都快闷死了。好不容易今天见到你来。身为一派宗师掌门，怎么那么没规矩？武林各派掌门之中，就属我这衡山派的掌门做的最莫名其妙，最让人取笑。连少林方正大师，还有武当派冲虚道长都对你礼敬有加，还有谁敢看不起你？我不过是一个被逐出师门的华山弟子。身为衡山派掌门，已经在天下英雄面前吐气扬眉了，难道堂堂衡山派掌门竟然比不上华山弟子？我当一群出家女尼的掌门，总是有些尴尬可笑。现在有上千名英雄好汉都投到衡山派名下，衡山派已不是出家女尼的门派。要不是你圣姑下令，这群放荡不羁、野性不驯的江湖好汉，又怎么会和这些大小女尼同门来受我的约束呢？这倒未必。你做他们的盟主，带领他们攻打少林寺，他们都很佩服你。你是怕我做这群大小女尼的掌门不够体面光彩，所以就派了你的手下，还有一群江湖好汉投身衡山派。你想的可真是很周到啊，我才佩服你呢。你对我这份情谊，我真不知道该怎么报答你。我不要你报答我，我只要我对你一心一意，永不改变，对吧？天波光，你还躲？怕我吃了你啊？施主，贫僧是不可不戒。你还装？你会出家，那日头啊就会从西边出来了。日头真的从西边出来了，你看啊，我真的是出家人呢。好了，嵩山派的人已经走了，你还装什么？啊，你看呐，我头发真的是剃光了，我啊是不可不戒。你为什么出家？因为我看破红尘，我想断一切烦恼。你看破什么红尘，断什么烦恼？你怎么对得起我？我们之间的账要怎么算？我欠你什么账？我又没跟你借钱，难道你要在这里等着我娶你不成？啊！你去你的！我呸！我蓝凤凰才不会看上你呢！我已经说过了，我不会嫁给你的。当初呢，是你自己说的，不一定要嫁给我。我也说过了，不一定要娶你。那，既然这样子的话，我做我的和尚，没欠你什么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我也没亏欠你呀！哼！明明喜欢我的，当初你为什么不说白了呢？说你要嫁给我，那我可以抛开一切，不惜跟你。你什么时候练的那么一身好武功啊？啊，在我面前出现，我都不知道。你动了凡心的时候，小师傅，
那到底这情为何物呢？出家人六根清净，不再受世间情缘的纠缠，你又何必惹红尘俗世呢？我不想惹的啊，可是这里不让我不惹。念经吧。念经。观自在菩萨心生般若蜜多时，照见五蕴皆空，度一切苦厄。生子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。诸相心生不是，生死之道，观自在菩萨心生般若蜜多时，照见五蕴皆空，度一切苦厄。舍利子，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，色即是空，空怎么那么多空啊？地狱不空。依林小师傅，真的空吗？啊？什么？你说什么？哎呀，我已经够乱了，没想到你的心比我还乱啊！不念了啊！观自。鸭婆婆，今天煮了好多斋菜，你多吃点吧。鸭婆婆，掌门师兄会和少林方正大师还有武当冲虚道长在这商量要事，你帮我招呼他们。依林师妹，依林师妹，掌门师兄，两位前辈，我出去了。请。哦，这位婆婆她又聋又哑的，在这里负责看守打扫。这里悬空而建，除了一道铁桥之外，没有其他途径可以上来。空中如阁，悬空而建，这知天下无难事，只怕有心人了。而这里有长约500里的山道，是在北魏年间由人工开凿而成的。哇，500里的山道全是人工开凿而成，谁有这么大的本事？北魏皇帝一下令，就有数万人日以继夜，辛苦地在这里开凿山道。一声号令，这么多人为他卖命，难怪有这么多人想当皇帝啊！别说当皇帝了，说到权势，自古以来，多少英雄豪杰都过不了这一关。当今的江湖风风雨雨，你抢我夺，还不是为了权，为了利？大师这番话，晚辈不大明白，请大师指点。灵狐掌门，嵩山为什么会派人来阻挠你接任衡山的掌门呢？哦，因为晚辈阻挠5岳剑派合并为一啊。那你为什么阻挠5派合一呢？我没想过为什么，晚辈只是觉得，这嵩山派假扮日月神教围攻定贤师太，欺负衡山弟子，所使的手段太过卑鄙了。我刚巧遇上了此事，而心里面觉得不平，才会出手相助的。晚辈又想，如果这5岳剑派合并是件美事的话，那嵩山派为什么不光明正大的和各派掌门商议，却要干这鬼鬼祟祟的勾当呢？灵狐掌门所言不差，左冷禅这个人野心很大。他首先合并5派，当上5岳掌门之后，就利用5派的力量，蚕食昆仑、峨眉、空洞、青城各派，把各派掌控手中。然后呢，他就集合这些门派，攻打魔教，夺取葵花宝典，练成葵花宝典之后，再来攻打少林、武当，称霸武林。原来左冷禅是要天下武林之士个个听命于他。从古至今，极少有英雄豪杰能够过得了权势这一关的。人活着也不过是几十年嘛，开开心心过日子不是很好吗？何必要争权夺势呢？你曾听过葵花宝典吗？我听家师说过，葵花宝典是武学上至高无上的秘籍，可是失传已久。听说最后是落入日月神教东方不败的手里，是吗？日月神教得到的只是残本。葵花宝典本是前朝一名太监所创，100多年前由福建莆田少林寺得到。
方丈红叶禅师参演多年，不过他没有修炼这门功夫。找到了！太好了！不要追了！师傅，他们是来做客的华山派弟子岳素和蔡子峰。是为了葵花宝典。这葵花宝典上记载的武功，真的是高深莫测吗？不但高深莫测，而且凶险之极。要是有半点差错，非死即伤。不远，你到华山劝岳素跟蔡子峰两位施主，千万不要修炼宝典上的武功。是。贫僧奉家师红叶禅师之命，前来华山，就是为了葵花宝典。听说莆田少林藏有葵花宝典，我们一时起了贪念，偷看了葵花宝典的精要，实在对不住少林。红叶禅师并没有责怪两位，只是派我来奉劝二位，千万不可修炼宝典上的武功。不瞒大师，我们师兄弟俩的确想修炼宝典上的武功，可是总是练不成。是完全不能练。怎么会这样呢？我是看了上半部的一部分，师弟看的是下半部的一部分。我们把看到的秘籍写了下来，发现牛头不对马嘴。真有此事。这是我们抄下来的本子，请大师指点。贫僧在华山打扰多日，就此告别了。多谢大师赐教。请。多元禅师离开华山没有回少林，他给红叶禅师写了一封信，说是烦心难耐，决定还俗。林远图就是还俗后的多元禅师，他娶妻生子，创立福威镖局，以72路辟邪剑法威震武林。原来林师弟的曾祖林远图曾经是少林禅师。林远图创立镖局，在江湖上轰轰烈烈地干了一番事业。他行侠仗义，锄强扶弱。人只要心中有佛，在不在佛门那是不重要的。林远图从岳素、蔡子峰那里得到《葵花宝典》秘籍中的精要秘诀，那辟邪剑谱又从哪来呢？辟邪剑谱是从《葵花宝典》的精要本中领悟出来的。可是这林家的辟邪剑谱好像不太高明啊。林家的辟邪剑法平平无奇，而林远图却以这套剑法威震武林，所以令天下学剑的人都百思不解。会不会是林远图在少林已经学得了一身好武艺，并不是因为有什么秘籍的缘故？有些人是这么想，可是辟邪剑法和少林武功是有很大的不同的。我明白了。于是大家都想看一看这辟邪剑谱的奥秘。林师弟家破人亡，父母惨死，就是因为这个缘故。辟邪剑谱威名远播，而林震南的武功却这么差，所以自然会有人以为是林震南太蠢了，学不到林家的家传武功。不管谁得到手，都可以威震武林的。于是青城派的于沧海厚着脸皮，第一个出手。于沧海脸皮厚，可是呢，脑子却不精灵。他不像华山的岳不群，不动声色却坐收渔人之利呀。如果我没估计错的话，你师父岳不群已经得到了辟邪剑谱了。我师父如果得到辟邪剑谱的话，那肯定已经练成了绝世武功才对啊。
辟邪剑谱从《葵花宝典》演变而来。红叶禅师说过，《葵花宝典》精微奥妙，但留下很多难题，尤其是第一关难过。第一关难过。凡我子孙不得翻看。爹，娘，孩儿不孝，违背了祖训，偷看了辟邪剑谱。但是我这么做，也是为了想替你们报仇雪恨的。我不想遭到别人的欺负，我不想再遭到别人的欺负。我一定要练成辟邪剑法。平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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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为什么不理我？这些日子你跑到哪儿去了？大家都很担心你哦。喂喂喂喂，回华山走那边啊！我不回华山了。为什么？平之，你上哪儿去啊？喂，爹。灵儿，这些日子去了哪里？我说，去了哪里？说，去了哪里？爹，爹，师弟是下山喝酒了，他喝醉了，把人家的铺子也烧了，还被官府扣押呢。我下山后才知道，替他付了钱，才放他出来的。真是不像话！你什么时候学令狐冲好酒贪杯？弟子以后不改。回去好好在祖师面前悔过。又在想自己的长剑什么时候可以放在祖师的剑架上了？我都说了，起码20年呢。不必1年，我就能够。你又在说梦话了。喂，老老实实的说，这些日子你跑到哪儿去了？为什么不回来啊？你是不是做了什么见不得光的事啊？难道你跟大师哥一样，下山结交了一些邪魔歪道的妖女？大师哥，你心里老想见你的大师哥。你怎么了？我只是说了一句大师哥也不行吗？行。他向风清扬老前辈学了独孤9剑，当了衡山派的掌门，是个大英雄。
而我呢，是华山派的不成器子弟，我比不上他。他一剑可以刺瞎8个人，打赢了武当的冲虚道长，连少林的方正大师也对他另眼相看。你去找他好了。你别无理取闹啊！不是吗？哼，他对你可好着呢。当你在危急的时候，他可以从雪堆里冲出来救你，连日月神教的人都杀了。你爹娘对他另眼相看，想让他回来华山。他回来之后，你们就可以朝夕相对。你太过分了！怎么，又跟平儿怄气了？他老是欺负我。只有你欺负他，他怎么敢欺负你呢？我只是说了一句大师哥，他就不高兴发脾气，说大师哥学会独孤九剑，他是华山不成器的弟子，还叫我去找大师哥，不要理他呢。可能他看到冲儿武功高强，自己的剑术又平平，心里觉得不舒服啊。才不是呢！以前他的武功平平，他也不是这个样子的。他这趟回来之后，变得很奇怪，跟他说话也是有一句没一句的。他心情不好，你就不要跟他计较了。你也帮他说话。你要体谅他，他身负血海深仇，武功又低，一时报不了仇，所以觉得难过哎。如果爹肯教平之紫霞神功，平之肯定很开心的。你怎么还没睡？你又去练剑？是华山剑法。你没有在练辟邪剑法？你看着我把袈裟扔了，你还不相信？其实，把袈裟扔了是对的，但是那毕竟是平儿的家传剑谱。想起来，我们好像不应该这么做。这倒是真的对不起他。日后我亲自传他华山剑法就是了。如果他学会了紫霞神功，那是最好了。紫霞神功？我们把辟邪剑谱扔了，教会他紫霞神功，也算不亏欠他呀。不行。为什么？紫霞神功向来只传入室弟子，平儿的剑法平平，收他为入室弟子，其他的弟子会不服的。要是将他招为女婿，其他人就不会不服了。招他为婿？平儿生性善良，他和珊儿又情投意合，就让他们早点成亲吧。让平儿和珊儿成亲？当初在洛阳，王元霸也向我们提过婚事啊，你也没反对啊。现在情况有变。有变？紫霞神功和珊儿的终身大事，是不能混在一起说的。那你的意思？师妹，让我再考虑考虑。李善，师傅在呢。爹娘，一大清早上哪儿去了？我们带和尚去练剑了。师傅，师娘。很好。6月初6，5岳剑派推举掌门，说不定会大动干戈，你们要做好准备，以防不测。是师傅。这段日子我要专心练剑，华山的事务就交给你处理。是师傅。你和珊儿情投意合，成亲是迟早的事。我打算在6月初6之前为你们完婚。师傅，弟子不想成亲。你又要拒婚？平儿，你一向和珊儿很要好，在府中你也提过亲，为什么要拒婚呢？你对珊儿到底安的是什么心呢？师娘，我珊儿，你和珊儿又闹别扭了。不，
师父师娘对平之的厚爱，还有灵山对我的情谊，平之我深表感激。只因我如今的大仇未报，平之我不敢谈论儿女私情。父母之仇一定要报。对，不过报仇之事还得从长计议，而你和刹那的婚事却不能一拖再拖了，免得引起亲戚之间的无谓议论。你当上华山掌门的女婿，我一定会帮你报仇，而且华山众师兄弟也会帮你。我们绝对不会让你受到任何伤害的。莎娜儿是我唯一的女儿，我不想她难受伤心。是师父。拜见岳父。路遥遥，行遍万里山河，会知行能有几个？刀剑离晓，看风云变色。谁胜谁负谁晓得？浪滔滔数尽悲欢离合，放得下能有几个？要清风明月对酒当歌，醉三分悠然自得。不管今夕身处于何方，就如常豪气万丈。尽管世俗人笑我痴狂，恩或怨都由我扛。天苍苍，豪情气壮山河，得与失又算什么？刀剑离晓，看风云变色，我行我素，我自乐。人匆匆，犹如风尘过客，名和利又算什么？要清风明月对酒当歌。